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恋爱了7年，结婚几个月。当初我不顾家人反对和他在一起，现在结婚了以后，我发现他对我和婚前不一样了。我知道他顶着家里的压力和我在一起，我也为他付出很多努力，但是他始终觉得我没有以前好了。恋爱的时候他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结婚了以后，我们经常争吵，大事小事他都不让着我。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以前好了，这段婚姻我觉得特别失望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我跟他结婚是想过一辈子的，但是婚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一直总是跟我闹着提离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，我一直很困惑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7年，守得云开雾散，在一起了，没几个月，眼瞅着又要说再见。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？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宋31岁，来自吉林，是房产京剧。女嘉宾小杨29岁，同样来自吉林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的结婚证。这怎么还是粘的呀？我把它撕了。谁粘的呢？我粘的。他粘的。先收你们这儿啊。马老师给大家读一下什么时候结的婚吧。登记日期2015年10月14日，这也就不到半年吧？对，变了是吧？是，就是因为他变了，然后我觉得这段婚姻没法继续下去了。有一次吵架，我就把结婚证给撕了，然后他也给粘上了，是吧？你就说他怎么变的吧。先说恋爱的时候吧，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的恋爱纪念日是10月13号，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过这一天，再加上情人节呀、圣诞节呀、我生日啊，一年大大小小的过这种节日得过几十次。然后结婚了以后呢，就赶上一次情人节，他连情人节礼物都没给我准备。那不也过了吗？再说咱赶到过年，创亲戚，时间也少，整天在一起，然后正好抽点空，还赶上情人节，咱俩一起溜达，突然间还遇到你妈了，那没办法，咱仨人一起过的，咱也是喝点咖啡，也吃点饭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过挺开心。我说的是礼物，情人节礼物你没给我准备。那恋爱的时候7年，你怎么每年都能给我准备？什么结婚就一个纪念日你就不能给我准备呢？姑娘把自己都给你了，还要什么礼物？有什么忙的呀？那咱们逛街的时候，大街上那么多卖玫瑰花的，你就买一朵呗。我也不是说要什么贵重的礼物，这1朵2朵玫瑰花你还买不了啊？不，你妈在身边，我哪好意去买那些东西啊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那我妈的话也不是第一天的话认识咱俩在一起腻歪的时候，我妈也不是没见过。大不了你给我和我妈一人买1朵完事儿了呗。好，这事儿过吧啊！这礼物吗？那赶巧了，你看就一个，以后注意啊。还有就是我过生日，以前恋爱的时候，每年过生日都会给我准备惊喜呀、浪漫的礼物啊什么的。今年你生日过了吗？刚过完。今年我过这是一个生日，他连礼物都没给我买，然后给我买一个那个蛋糕，蜡烛还整没了。我又不是有意的呀，当时买蛋糕的时候都配好的，那着急下班回来。上饭店那忙来忙去的，落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有蛋糕吃不也挺好吗？大哥，蛋糕是得吃，是吹蜡烛的，谁过生日不吹蜡烛啊？谁不许愿呢？那你干吃啊？不是一个蜡烛多大小事啊？就这事儿小吗？那你说在一起7年，我每次过生日你怎么都能准备呢？那结婚怎么就准备不了了呢？蛋糕不也是礼物吗？蛋糕是礼物吗？蛋糕是蛋糕，礼物是礼物。我说的是蜡烛的事儿。什么事儿你都不能体谅一下？我怎么体谅啊？大哥是你变了，不是我。婚前的话对我那么好，那海誓山盟哪去了？结婚以后就赶上这么一个生日，那怎么就能丢呢？那你要提前准备，那就能丢吗？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不上心。这事儿就过了吧。这些都是小事儿啊，然后我就是觉得他态度不好，你要哄我2句，这事儿就过了。我也不是就是因为小事就不讲理的人，还有大事儿呢。然后钱的问题，我俩在一起吧，就是结婚前他就跟我说了，以后结婚以后钱归我管。然后结婚以后他就变了，每次吵架的话都要跟我争夺财产权。他花钱就不算计，整天大把大把的花着。你个儿挣多少钱不知道吗？哎，他都花什么大钱了？你像他前段时间买了一个貂皮大衣，然后又买了一些珠宝，再说因为婚前之前吧，珠宝咱也买完了过后刚婚后没几个月又买了这些东西，咱去掉生活费，你每月加这个东西，
加起快2万块钱了，才结婚几个月呀？处对象的时候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管我花钱呢？我那个时候花的比现在还多呢。那时候你怎么不管呢？不就是那个时候我俩那个时候就是经济独立，然后我俩各花各的就算约会的时候也是就算是 AA 吧。然后有的时候还说我会打扮，有品位，有这好那好的，从来不管我的花销，因为我没花他的呀。这结婚以后2个人钱放在一起了，就总说我花的大。我也已经很努力了，因为在恋爱的时候吧，我花的比现在还多。然后结婚以后呢，我就尽量的降低我的那个消费水平，但是我不可能有1个月5000块钱一下降低到1000吧，我也在努力，我得慢慢降低。这结婚才几个月呀，那是你让我飞速前进呢？咱不得现实一点吗？因为咱俩刚处于事业爬坡的阶段，每月这么大把花，谁家受不了？咱俩不可能每月挣点钱都搁老本往里添吧？我是每个月吗？我不就买1件衣服吗？再说那1件衣服我也不是穿1天，我今年穿完明年还穿呢。那东北死冷的，谁没有啊？那你让我穿啥呀？没别的事了吧，姑娘？还有，就平常也不关心我，也不安慰我，也不体贴我。恋爱的时候对我百般的好，结婚以后就是大变样，180度转变，这谁能受了啊？这差距也太大了啊！举个例子吧，就是结婚不是拜年的时候，就是今年。过年嘛，拜年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习俗就是新婚过年去拜年，然后那个每家亲属都会给红包。当时我俩商量好了，我俩的年假也比较短，然后也不想去挨家麻烦那个亲属，然后就不去各家拜了。但是我俩想就是去长辈那地方拜一下子，去我妈家还有他妈家，或者是还有那个我姥姥还有他奶奶家去一趟。然后去我姥姥家的时候，就碰巧遇到我家那些亲属了，意外的就给我了一些红包。然后我当时是推脱不拿的，后来就硬塞给我了，我就收下了。等着到他奶家呢，我也是大包小包礼品带去的。然后也给他们家那些晚辈准备了一些红包。结果我是花着钱去的，我1分钱红包没收着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我这些同事啊、朋友啊，因为我朋友之间也是有那个今年结婚的，都问我合计给没给你买什么？我说什么都没买。其实我特别没面子，我也不是在乎这点红包的钱，因为毕竟我们商量好了嘛，说谁家都不去。我就是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回来我就是跟他叨叨几句，我就觉得他能安慰我2句，这事儿就拉倒了。你说我要真在乎钱，能跟他在一起吗？然后我就回来跟他说几句吧，我也没吵吵，他都跟我吵起来了。咱俩之前说好的，我家那边亲戚吧不太富裕，不想给人亲戚添麻烦，因为咱去人家吧，大包小流的拎的东西去，人家还得给他准备彩礼钱，对不对？然后挺麻烦的，就谁家也不去，都说好的事情。那到你老家也赶巧，你家亲戚都聚在那起了，然后给咱俩钱，然后你还非得要，我说不要你还不干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不干了？我也是不要，人们硬塞给我怎么办呢？那你拿着干嘛呀？不拿就完了呗。再说回我奶家，你到我奶家，我奶就自己一个人，回头看到我姑在那儿呢，也是给你钱了，对不对？那咱俩当晚辈的，咱能要老人钱吗？当然是咱给老人钱。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我都说了，我说好多遍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态度问题。我要是在乎这点钱的话，那我干嘛提出来不去你家拜年呢？我为什么提出来？我不是为你着想吗？如果这换成别人，我早去了。我这么为你着想，我回来就只不过就是想让你安慰我几句。你呢？你安慰我了吗？还跟我吵架？没去之前答案已经揭晓了，都知道不去了。干嘛？答案是答案，家是讲情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你跟我讲这些道理有什么用？我就是让你安慰我几句。那处对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安慰我？现在怎么不知道了呢？你不就无理取闹吗？我怎么无理取闹了？这是小事儿，但是就因为小事儿你也不让着我吗？以前你怎么就知道让着我呢？这是因为结婚了到手了，然后不珍惜我了？你不知道，他总是有点小事。你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？他没有说我错，还跟我吵架。你说，我错了。现在说有啥用啊？都吵完了。再说2句，我错了。我错了。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得了吧？你看，完了吗？就这么点事儿啊？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不是事儿，挺多呢。就这种事儿，几乎天天发生。在家谁做饭？你知道吗？主持人他做。我做。行，不错。那他还觉得我变了呢，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啊。这做饭这事儿没变吧？谈恋爱的时候没涉及到做饭的，因为我俩虽然在一起7年，但是没在一起生活过，不涉及到就是生活中琐碎的事儿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了，说结婚以后要是在一起生活的话，他做饭啊。然后这结婚以后兑现了吗？到兑现了，但有的时候他要下班晚了，我也做，但我不会做菜。不会做菜，那你做什么饭呀？就是做饭呗，然后菜等着他回来做，或者是懂了，做家务嘛。家务的事我倒是结婚的时候承诺过也无所谓的事情。你都做了吗？
我一直在做的，对。啊，行了，这事儿就过了。再问点其他的问题啊。小片里面说你家人一直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因为我父母吧想让我找一个就是朝9晚5的，然后工作稳定的，然后他工作不是很稳定嘛，而且我妈妈比较重视教育，想让我找一个学历比较高的，对将来孩子有好处。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啊、同学呀，还有同事啊什么的，反正知道我俩这个事儿的。都没有赞同我俩在一起的，觉得我俩价值观什么的各方面都不太合适。当时我也是顶着挺大的压力才决定跟他在一起的。对，你们这个当时就当了7年啊，这不容易是吧？对啊，父母反对的很厉害吗？特别厉害，因为父母限制我和他来往嘛，每次都把我送到外地发展，然后送走好几次。当然每次把我送走了以后，他都把家里工作辞掉了，然后追我过去。最近这一次就是我去长春嘛，然后他也追过来了。当时我们已经分手半年了，后来他追来以后的话，在长春重新找的工作，然后为我也付出挺多吧。后来我家里就是默认了，因为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嘛。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。觉得也挺真心的，就不计较那些了啊，那不挺好吗？但是结婚就变了呀。我真没觉得我变，就像他说的，家里家务活啥都不用你干，对不对？他有公主病那种感觉啊。谁有公主病啊？那我要公主，那有你这当驸马的？不是，我现在咱俩成家到现在，我就像个奴才似的，他就像公主。那哪个公主能嫁给奴才呀？我要是把你当奴才的话，我跟你结婚干嘛呀？什么事情都得是指挥着你去干啊。比如说，老宋给我倒杯水。老宋给我擦鞋，老宋给我拎包，这干嘛呀？天天都支持我。我下班回来我也挺累。我为啥支持你啊？我还得买菜。我为啥支持你啊？因为咱俩恋爱的时候都是你主动给我做，就我俩买瓶水，他都会主动把那盖儿给我拧开。现在结婚可拉倒好，给我倒杯水都不动弹，咱那玩游戏，说好几遍了才能动弹啊！你等一会儿，就这样，这就是你对我态度问题啊！你对我在婚前就不一样了。什么态度？到现在你想要的、想得的都是一样满足你，我哪变了？你说你哪变了？整天跟我吵架，你说哪变了？我吵什么架？都是你这挑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挑事儿，我说的这些事儿都是我占理。我一天天下班回来，忙着家务，又得去买菜，做完饭，然后晚上得伺候你，又得洗水果，又得给你倒水端茶的。你现在就在抱怨呢。干好也行啊，连个奖励没有；干不好就骂，再不是睁眼急眼了就动手。我啥时候骂你动手了？那都是气急了，打你2下。再说我就才100来斤，我这小胳膊小腿的，还能给你打残废了？打谁不疼啊？你那天天光打也行了，不是掐就抠的。我真受不了，太疼了，真的，忍不住。哎，你觉得婚后他变了吗？我觉得变得有点就是小脾气了，太小脾气了。就像那个结婚之后没几天，咱俩在一起睡觉的时候，晚上哈，我翻身打把子，好像把他头压着了，不小心给他压醒了啊，醒了就急眼了，起来刚好我给吓住了。然后我寻思吓住了行不行？摸摸头发叫一叫呗哈，行，别害怕了哈，对不起的。你当时没说对不起。不是我哄你了吧？我都说疼不疼给你揉了，没哄。然后我说你别生气了哈，那没完没了的还说着我就寻思咋整？那我就换个屋，我就拎那衣服换屋睡了。换那屋他追出来了啊，说我跟他分居睡，说你要分居就离婚啊，就老搁这话题刺激你，谁能受了啊？然后我还几句嘴吧，急眼了就给我。那你说谁结婚分着睡呀？就给我打了。你说不小心吧，一拳打到我那眼眶上了，还给我打青了。第二天早上班，单位同事看都特别笑话。那你说他压着我头发了，你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什么的，我就再转个身，我又睡着了，然后还跟我吵吵，完自己还要跟我分屋睡，那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就上那屋锁了他2句，他又跟我吵起来了，然后我就打了他2下，然后他还躲了，可能他一躲的话，我就打到他眼睛那儿了，那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我还能就家暴往眼睛上打呀？你本来准备打哪儿的？就打胳膊呗。打胳膊躲一下，打眼睛上了，哎，这个误差比较大。他跑得厉害。哎，你还想过不？我当然想。你是真不想了哈。反正他要是改的话，我还再考虑考虑；他要不改的话，那我也不想了。啊，行吧，就这么点事儿吧。这都是大事儿。这事儿得多大呀？那你说我背着家里的所有人的反对，然后和他在一起，当时的话我都哭多少次，他也不是不知道，然后所有人都不同意。当时我家里头为了拆散我俩的话，把我送走多少次，我也是换了很多次工作。是。然后所有人都说都不同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自己硬着头皮非要嫁给他。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家里人说的话，是不是有道理？觉得特别有道理，是吧？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吧。哎呀，我特别后悔。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。聪明的家长绝不阻拦，一阻拦就阻拦出这样的，让他们接触，让他们了解，多好啊！但是，是不是心里其实还有他呀？
对呀，因为毕竟在一起7年了嘛，有感情的，而且我俩在一起，我还是初恋，我觉得我把宝贵的青春什么都给他了，然后他现在还对我这样。不是我哪里对你不好了？我到现在该做的你就是还是对我不好了，你总跟我吵架，对我不好。以前就是总哄我，现在哄都不哄我，就跟我对着吵。现在什么事都依着你，你说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说去哪儿去哪儿。那依着我，你还跟我吵？说了，他说什么你说是。现在你还跟我吵呢？再说你干点活你就开始抱怨，这种男人要他干嘛呢？那不是因为在一起时间久了有感情吗？一看看，那没办法了。3位，你们看怎么办呀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孩，原来有距离啊，所有他的撒的小脾气，他不讲理，你看起来虽然有点委屈吧，但是那么的可爱，是吧？确实挺可爱的，那么娇嗔，对不对？现在发现成天在一起，睡觉打下脑袋都没完没了，有点烦。一烦就有点不耐烦，一不耐烦就没原来态度好，对吗？好。你现在这种状况，你觉得还会持续多久？我忍1次、2次、3次都无所谓，就是希望他能理解点，不要就什么事抓着不放。我刚才看了你们俩结婚证，上面有出生日期，兄弟，咱俩同月同日生。我不是说非拿生日说事儿啊，但我是这样的，我太太什么都是对的。在我们俩结婚前我就这样，婚后我还这样，她什么都是对的。他也掐我，掐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我忍，只要日子过得去。王老师，你受了多大的委屈？对啊，给他张纸让他哭。我是怎么样开解自己的？哎呦，哎，对，很简单，兄弟，一个女人把什么都给了你，青春岁月，你应该婚前对她什么样，婚后尽量对她什么样。将来她还给你生儿育女呢，你受点委屈算啥呀？打就打2下，掐就掐2下，说好话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，又不花钱。我就是秉承这样的态度跟我老婆相处的，我不是夸自己啊，只要她生气，我怎么着都在睡觉前把她哄好了，绝不隔夜仇。我俩吧，就是有时候我就不会。你记住我这一点，绝没有隔夜仇。不管自己有多对，都是我的错。女人没有不被哄好的。再说你老婆这样，一看也是一个容易哄的女孩。面对这种女孩，哎呀，坚持不要脸就 OK 了。你那点面子有那么重要吗？待会儿记住，无论她说什么，你就跟赵超老师刚才教你似的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下回改，这是最有力的武器。比花钱什么的就对管用多了。记住啊，马老师的意思就是记住了，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。对，作为男人要放下面子，是吧？然后说女孩几句哈。任何一男人身上都有一堆臭毛病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完美如曲伟者一堆坏毛病，对吧？看上去很帅气，身材健康，对吧？然后谈吐幽默，骨子里坏透了。他老婆也忍了这么多年，你找不到完美的男人。那我既然选了，也要坚持走下去，以后还会吵，对吧？但有一个原则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跟我老婆从来没说过离婚的事儿，我们俩也吵也打，但是我太太一次离婚都没提过，因为我们在婚前就说好了一个原则，再怎么打，在家里打，再怎么吵，不提离婚，一提离婚真伤感情了，一提离婚提着提着，假的就变成真的了。OK， 我说完了。哎，谢谢马老师啊。女孩问你个问题啊，7年跟他在一起，他身上什么毛病？他什么缺点？什么优点？我相信你了如指掌。那时候反正没在一起生活过，这些生活当中的缺点还没发现，就觉得对我挺好的。我不相信仅仅是没有生活在一起，最关键的是说你现在结婚了，最关键的是说你这段7年在一起的时间里头，遭到了父母，也许还有很多亲朋好友的一致不看好，其实你压力很大。而真正当这种压力发生质变的时候，就是你结婚了。你现在觉得，哎呀，万一我们俩不幸福，那会不会很多人会真是看到了笑话？对。所以你现在就超级敏感，放大他现在所有的细节。也许他现在所有做的事情，其实跟以前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只不过你把他所有的缺点都放大，都觉得是不是你得到我了，结婚了，你就可能要变了。
是不是以前你故意做出了那么多对我迎合的那样的行为，其实就是让跟我结婚。其实你潜移默化中把那些有些朋友也好，亲戚也好，给到你的一些话、一些言语，你自己已经听进去了，并且你是在生活当中要极度的去体验他们的话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男人一结婚就会变坏，是不是男人得到手之后就会不珍惜，他是不是忍了7年该爆发了吧？哎，你一直在自我的这种暗示，然后你再看他。果然是变了，其实很大程度是自己在给自己这种暗示。当一个根本就没有错的人，你想在他身上找到错，其实很简单，人无完人。他即使装，即使爱你，即使忍你，也是有限度的。你也不能毫不讲理啊。所以你再想想，他有那么坏吗？是他变了，还是你变了呢？其实是你变得更多一些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心态放平衡了，因为我敢说，每个女孩在新婚那会儿一定会有忐忑，一定会说我是面临了一个新生活，他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今后我们还要在一起过日子了，所以都会有恐惧的。放平心态，他还是他，度过这个磨合期就好了。而男孩呢，理解一下女孩，他是面临压力，很多的压力跟你在一起的，在这个阶段里头，多跟马老师学一学，等他过了那个阶段，其实他可能就会好了，好吗？知道了。 OK， 就这样。谢谢。来，傅老师，下嫁和高攀都是有风险的。下嫁的风险在于是否真的心甘情愿，高攀的风险在于是否真的诚心诚意。你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吗？是。你撒谎，你不是心甘情愿。你的人虽然已经下来了，你的姿态还是公主的姿态。你表面上说我心甘情愿，我图的是你的温存，但是你依然每天摆出一个公主的姿态。真正的下嫁，那你就内心要告诉自己，我嫁给他代表着从此我就成为了一个灰姑娘，我再也就放弃了我在父母家的那种富裕的状态，我就不能再买貂，我也不能再任性，我就每天要过那种平淡的日子，不管我周围的闺蜜我的朋友怎么说，这是我选的。这叫真正的下嫁。你是下嫁吗？你不过是在众人的阻拦的过程当中，再加上他的那种所谓的温存和穷追不舍，你任性了一把。我就体验一下这个穷小子对我的温存，如果他能够这一辈子对我好，那我也可以，但不是的，你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已经不再是公主，你不是了，你就是个灰姑娘。现在你就应该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样，从此他吃什么饭你就吃什么饭，他工资挣得了几个钱你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讲什么排场啊？这不是你自己自选的吗？别给我买什么貂，别给我讲什么任性，每天跟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去生活，生活的质量就是没那么高，你明白吗？我再问你，你是诚心诚意娶的她吗？对。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娶的她，你就明白，我是高攀。我既然当初我那样对她，我就知道公主应该怎么去对待。她为了我委屈我嫁到我家来，我就应该心甘情愿、诚心诚意的好好的伺候着她。你让她过了这么20来年的公主，突然之间转换成角色，转换成一个灰姑娘，她一下子半会儿转换得过来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没变，从你身体力行每天做的这些事情来说是没变。以前你做饭，现在还你做饭；以前逆来顺受，现在还逆来顺受，只是心态不一样了。以前那么心甘情愿，现在不是太心甘情愿。婚已经结了，你嫁的就是这么个人，你找的就是这么个人。如果大家始终如一的在婚前以彼此这样的状态继续走下去，就接受目前的现实，因为是自己选的。但如果不愿意，就索性撕得粉碎一点，就离了吧。离呀，好啊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请记住，我是谁，婚姻里我又是谁。别再动手了啊！说心里的话，不要说伤害对方的话，好吗？好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咱们在一起7年了，然后这份感情也不是别人能取代的。你还记得求婚的时候对我说过那些话吗？
结婚这几个月，其实让我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对你也特别失望。如果说你能稍微改一些，像婚前那样对我的话，我还是会考虑继续和你走下去。但如果你一直不改的话，我也不想再继续了，因为毕竟一辈子不长。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为了我付出很多努力，也承受了很多压力。从今往后呢，我会努力的把工作做好，多赚些钱，让你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一下，因为工作回来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累，我们彼此迁就一下子，把这家过得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希望你能理解。考虑考虑吧。回吧。嘿嘿，来，请关门。苦苦相恋了7年，步入婚姻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吵成这样。其实这样的话，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听的挺多的。你听的最多的就是2个好像挺相爱的人，有一天突然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就变了呢？”我要问的是，谁会不变呢？当你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他的时候，你愿意拿出真实的你，跟他好好相处吗？这大概是一个大的课题。下载使用甜甜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灵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。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趣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着咱们就看看这一对怎么选呗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是所有。往中间站啊！哎，还是有夫妻相的。那2步小跑充分说明了。哎，你们俩干嘛？要分呢？这是手拉手啊！那2步小跑充分说明了他在生活里是怎么对他的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要保湿，易背诗，好好过日子啊！来，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点小浪漫吧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谢谢你的不离不弃，感谢你一直的陪伴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的努力，加倍的工作，赚足够钱，让你幸福，永远我的小公主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爱你。亮灯吧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赚不到钱怎么办？我会努力的。所以努力给他幸福就好，跟钱不钱的没什么关系。回去吧。谢谢你们。别闹了啊！结婚证。谢谢老师。回吧。